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逆风破浪，不退缩不返航，今天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在每一场。曙光还没到来，清醒地逃出被我的依赖，为空白添色彩，我自有我未来。轻拍只向尘埃，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多直白多精彩，才不愿空等待。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艰难历程也不改，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逆风破浪，不退缩不返航，奇迹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会在每一场，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勇往直前，不退缩不返航，今天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在每一场。就在那天，大魔王出生，我的悲惨人生也开始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比别人家孩子更恐怖的是那孩子住在自己家。挑了自己以后，他就成了我学姐。你们也别这样了，其实我早就想通了，我也不是什么都不如他的。小溪辩论就比他强。我得吃的比他多，没错。你找我来就是陪你吃饭的。没有室友和朋友的吗？好了，怎么样了？不去。再想想。我说了不去。怎么不听话呢？这又不是在家里，你有爸妈给你撑养，我又不用听你的。帮我拿碗汤。哦。蓝瓶啊，冲洗过了吗？嗯。
请我的吧。先把资料拷到电脑里，下课以后我再帮你重新装一下系统。嗯。叶慧君 ，Have you got the slides ready? OK。 Alright, so let's begin our class. 哎，饿死我了！小新，你吃了吗？一块吃呗。谢谢。哎，对了，那个叫李慧君的，是不是你室友啊？小安，对啊。我说这名字怎么那么熟了？贴在红榜上要去各大交流的，是不是他？嗯，他打工就是为了补齐自费的那部分。怎么了？我在托福课见过他。你怎么突然去念托福了？为了去看 NBA 呗。你妈上次帮你报的名啊？唉，为了应付我家老头，装出一副对未来充满规划的样子。你爸为什么非得让你转系啊？想让我子承父业呗。从小对我军事化的训练，就是想让我继承他那家律所。怪不得你和你爸的关系不好。我们呀，一周也见不了几次，而且见了面也当我是嫌疑人一样，在家盯着我，我做什么他都不愿意。行啊，那你也别指望我能让你开心。你这种就是典型的童年阴影，不管事情做得对还是错，只想能不能让别人难受。我觉得你爸也是为了你好，都是一家人嘛，总不可能想尽办法让你难受吧？那你的天才妹妹呢？还妹妹呢，我跟她的关系就跟帮教练的作业一样莫名其妙。虽然我是姐姐吧，但我没过过一天姐姐的日子。每次我俩出去，我爸妈都会说：“小陈啊，要看好你姐姐，千万别让她闯祸。”所以啊，我们要反抗。可能你说的有道理吧。来，吃个鸡腿。我不吃，你吃吧，你比较惨。不，是你比较惨。你从小就有童年阴影，还有一直压制着你的妹妹。你这几天找定义找魔怔了吧？我这叫描述，而不是定义。你高考数学一定不太好吧？也是，好像我们确实没有给变位下定义。我和清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觉得我们的方向不太对。但是按照邦老师的找茬法，我们只有穷尽所有可能的描述，才能防止他找出定义之外的反例。你和清北学长的关系什么时候那么好了？有吗？食堂吃晚饭。我吃过了。10分钟。反抗，反抗！现在不是在家里，我不用听你的。你没有朋友吗？你一定没有朋友吧？连一个一块能陪你吃饭的都没有。太忙，和大家吃饭不是个点儿。这是过一人采访内容，提前看看。我说了不去。那我把你偷吃的事儿告诉你唐老师。你还有没有一点做妹妹的样子啊？小时候怎么教你的？姐，做坏事别留痕迹。快关门了，再去给我买个鸡腿去。这个蒸鸡眼罩还真不错，孙晴，把你这个熬夜养生大礼包的链接发我一个呗。OK 啊。刚刚查到的，美国国会式辩论。竟然还有，怎么越查越乱啊？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用太勉强。至少我们通过对辩论的历史梳理，同样收获了很多。除了爆肝以外，还收获了什么呀？这些资料你都是白看的吗？作为一名辩手，了解辩论的发展也是应该的。对啊，本来就是变来变去的嘛，根本没法玩。发展，变化。流浪小人都不在啊！这个流动好烦啊！你对这个流动什么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好感吗？那你反感吗？那你就跟他去吧，就当为了以后遇到真爱提前练习起来。这样不太好吧？或者你就这样想，下一场就要和艺术学院比赛了，流动作为队长，说不定想从你这刺探什么军情。咱们要不就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你就当为了文学院身先士卒去探探路吧。按照谢赫古画品录的6法标准来说，这幅也算得上是佳作了。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引物象形，随类赋彩，都算是上等的。怎么，你觉得有点无聊？啊，不是，就是觉得你们学艺术的都好厉害，能看懂我们看不懂的。哪有？其实都是瞎说的。就跟高考做阅读理解一样，问你这个窗帘为什么是蓝色的，标准答案可能说，因为表达了作者忧伤的心血。但如果你去问作者，作者可能就说，因为我买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走，我们去看那边。刘东学长，什么？我是绝对不会出卖辩论队的。你一上午都怪怪的，就在想些这个啊？不是，我们继续看吧。其实我觉得啊，每门学科都一样。外行看热闹，更容易受娱乐影响；真正内行的人，才懂得去污存精。是挺污的。你们看这些画，气韵全无，动作死板，配色毫无章法，这就是你们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啊！你们这4年都学了什么呀？艺术撩妹啊？啊，你好，我叫白宇，易小溪的队友，文学院2名。刘栋，艺术学院1辩。哦，原来是对方辩友啊！易小溪，下场就要跟艺术学院打比赛了，你这样不太合适吧？白宇，你瞎说什么呢？我和刘董学长出来就是看个展。我和小溪的事儿还用不着你操心吧？你俩的私事儿吧，我也不太关心。就是比赛在即，他这个脑子吧没有发育完整，就怕被套取什么重要情报。我们艺术学院不屑地做这种事儿。哦，是吗？那你们平时训练就是弹弹琴、唱唱歌啊？看来你也没少去我们学院转悠呀。好了，白宇，你别胡搅蛮缠了。我和学长出来和比赛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是该回去训练了。那刘东学长，我们先走了。下次再约你啊。易叛徒，为了比赛付出够大的呀！你这个粗人怎么也跑来看画了？知己知彼懂得，居安思危懂得。虽然没有艺术学院资料，但是要从方方面面去观察对手。哪像你，
竟然跑去跟人家约会。我这不是约会，我这也是观察对手。那你有没有观察出来刘栋不是个好东西？你干嘛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就是下场对手吗？说你一叛徒还真没错，现在就开始为下场对手做辩护了。喂，小茶，我马上回来。你让我来陪你吃饭，就没想过给我带一份吗？谁让你不答应我的？免谈。妈，我学校有个采访，姐不肯陪我去，你跟她说。小陈，你多大了？这点小事你也来跟妈告状啊？你读的是大学，不是幼儿园。小希，你妹妹才17岁啊，还未成年呢。你这个做姐姐了，能不能让她呀？妈，我忙。姐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肯陪我去。自己解决。什么叫什么事情都没有？马上就要比赛了，我队里有一堆事要准备呢。你们文学院的辩论队有什么好准备的？易小晨，你别太过分了。开学都1个多月了，你关心过我一次没有？有采访有求于我了，就来找我，我凭什么陪你去啊？我邀请你去看我比赛，你去了吗？你说我这个做姐姐的不体恤你，你有半点做妹妹的样子吗？你不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吗？这下都知道了。麻烦你适可而止。以前你让自己读书好，爸妈疼你，每件事情都骑在我头上。可现在不同了，我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你了。当主席也好，采访也罢，你优秀你自己去，没有人拦着你，别拉我做垫背的。你们把定义3遍给我念一下。3辩是基于己方的论点进行质询或接受对方质询，或者进行公辩以及自由辩论主力的辩位。在公辩。哎，停！3辩的职能是变化发展的。你接着说。辩位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趋势，辩位的职能越来越自由。以前固定辩位的公辩小节也开始变化为任意辩手小节，而1对1的质询也开始变化为1对多的质询。辩论的元素也越来越超过比赛，对内容的重视要强于对形式的要求。赛制向辩论退让，本质上是制度对人的妥协，让辩手更好展现自己的思维，而并非局限于赛制对自己的捆绑。所以，1、2、3、4辩的定义是：辩手。What？ 哦。我可要把话说前面啊，我只负责你们的战略战术，具体操练的事情还是清北的。一会儿又要去训练了，其实不太想去。教练让我们定义1、2、3、4辩位，但是资料查的越多，越觉得这些和我没什么关系。可能更适合我的位置还是资料员吧。我去找。你去了也没用。是不是那天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无论如何，咱们队现在都不能再少一个人了。要不我们去找他聊聊吧？哎，我说你们呢，也太不了解男人了。既然他不想说，在想到办法之前，就配合着他演吧。世界上最愚蠢的自信啊，就是热闹的群体对于个性意志的歪歪。方老师，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谁找你们了？
老板，我这面好了吗？好，来了。包老师，你也帮华夏想想办法吧。我现在是下班时间啊。唉，丧心病狂啊！先别想这么多了，大家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让华夏振作起来。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觉得这样特别累。其实当个资料员也挺好的。婷姐，与其花精力在我身上，不如你们还是好好培养培养孙晴吧。我不行的，我做好你们的后方保障就行了。华夏，你的辩论天赋是我们所有人都公认的，我们都看过你的演讲。可你们也都看过我的辩论啊。上场紧张很正常啊，我大一的时候也这样。就是害羞，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啊？可是信心这种东西，真不是随便骗骗自己就能有的。况且，我只想安安心心的当个资料员。要不然我们问问阿邦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华夏，哎，邦教练，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您这眼镜怎么了？我这个很明显吗？有点明显。这个先谈正事儿。啊，好。你知道为什么这次我给你们的题目是定义1、2、3、4变位吗？出其不意，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个事情说起来非常非常复杂。这样，我们先吃早饭。早饭？哎，等等，说好了啊，你请。啊，好。你看着我干嘛？吃啊！好，邦教练，你这么早找我，到底什么事儿？你们这帮年轻人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大堆的条条框框。你们认为是了解了这个全世界，其实是这个世界绑架了你们。哎，教练，华夏，你俩也在这吃早饭？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校门口遇到的。老板，2碗皮蛋瘦肉粥。加2个卤蛋。好。教练请客。没问题啊。华夏，一会儿你买单啊。我们先谈正事。你们去定义1遍，去定义2遍，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最重要的定义其实是辩手。你们打数学队那场比赛，按平常的教练来看，肯定是打得毫无章法。易小七啊，你还抢了智训小节。白月，你还自作聪明啊，捅了娄子。但是在我看来，我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你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你们的潜意识里，你们是辩手这个定义，比1、2、3、4辩要重要的多，对吧？对。华夏，长大其实是给这个世界不断的下定义，而成熟呢，是不断的放弃这些定义。放弃。你可能非常恐惧在别人面前表达，这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下的定义。从某种角度上说，是自己给自己的限制。这种无聊的限制太多了。你比如说，我是老师，我在学校就应该严肃；我是大哥，我在家里就应该让着弟弟妹妹。但是你们忘了，根本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人呐，是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着同类的身体和自由的灵魂。没有谁对谁错，谁强谁弱，完全是庸人自扰啊！你周到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长身体啊，多吃点，不够咱再要，好吧？多吃点，别客气。华夏，你吃啊，快。
就像教练说的，生活里充斥着繁琐的规则和条条框框。我总把自己定义在姐姐的身份里，在和小琛的相处里预设了太多身份的立场。其实姐妹之间的相处哪来的什么固定模式？在这层身份之前，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无论他是易小晨还是大魔王，重要的是，这样的他才是我的家人。So when Alan put words doing tequila shots her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with gun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 just means bottomed up with tequila, a very strong alcoholic drinking distilled from tropical plant in Mexico. And this phrase is very, very commonly used in everyday chat. So you see, the talk show language actually is very deep dramatized. It's full of plain words, but very lively wording. So I think it's very essential for your spoken English learning.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clip, okay? 不好意思，老师，我迟到了。Okay, sit back. 哎，你就别记我迟到了。我妈不定期的会来查寝，到时候让她知道了，又得唠叨死我。够朋友啊！你可比易小溪上头多了。你们下场比赛适合艺术学院吗？赢这种戏精学院不要太轻松，训练都省了。哎，你到时候有空来看吗？有时间就去。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身为好朋友，不是应该希望对方少点麻烦吗？好朋友有难的时候来找你帮忙是信任你，我麻烦我愿意，别人管得着吗？朋友愿意帮我和我应该给朋友添麻烦是不是两个概念呢？如果你的好朋友愿意帮你的心，而你却不愿意成全他想帮你的心，这就是对待好朋友应该有的态度吗？博雅和钟子期相互欣赏，是因为有了彼此，所以人生不再孤单。你能想象博雅找钟子期借钱吗？如果博雅都快饿死了，钟子期还是坐视不理、袖手旁观，那你会觉得他们还是好朋友吗？我不给你添麻烦，你不给我添麻烦，相敬如宾，我把你当客人，这也是好朋友吗？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是否是有助于衡量友情的标准呢？陌生人才讲礼节，熟人讲的是交情嘛，都不来往，这交情从哪儿来呢？如果我的好朋友都不敢来麻烦我，那就是拿我当外人了。停一下，停一下，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坐下。辩论是团队的比赛，你抢队友的话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我蠢？我刚才哪句话说的不对了？翁教练的意思是你不应该一直抢话。不，这是你今天唯一说对的一句话。哪句？你蠢。时间差不多了，去吃饭了。白宇留下。谢谢啊。婷姐，减肥呢？没胃口。最近二餐啊换了厨师，这个赛螃蟹啊你一定要尝一尝。赛螃蟹，这不就是炒鸡蛋吗？哪有那么简单？这里面呢有用虾酱提味，还有用咸蛋黄模拟蟹黄的口感，是经典鲁菜。吃吃看吧。算了，胃不是很舒服。有去医务室看过了吗？什么症状？没事儿，老毛病，过2天就好了。对了，你说白宇被教练留堂，是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清楚教练的套路，不过以之前的套路来说，白宇可以有罪受了。我就是好奇。别着急，不出2天呢，孙晴肯定把他们全部谈话内容都挖出来。也对。小溪，这个你想吃吗？
你喜欢就好啊。想什么呢？教练说我们队的团队配合问题主要是白宇，但我觉得他只是反应快才会抢着回答的。才不是呢！教练都说了，就是他打乱了全队的节奏。从上次数学赛到这次的校内赛，很明显他就是那颗老鼠屎。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我跟你打个赌啊，老套。无论我说什么话，你必须得说我同意。无聊。等一下，如果你赢了，你来做辩论队的教练。现在开始，友谊会在相互添麻烦的过程中越来越淡。相互添麻烦，明明是增加交流互动嘛。我同意。不仅如此，越帮越忙，会让友谊瞬间灰飞烟灭。所以不能给朋友添麻烦，对吗？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越帮越忙，就算越帮越忙，找个靠谱的朋友帮忙，这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麻烦朋友的问题啊。我同意。那让我猜一下啊，从小到大在家里，你的爷爷奶奶对你管教非常的严格。我跟我爸妈，我同意。反归一次，既然你爸妈对你要求这么严格，你很爱他们。我同意。那我再猜一下，在家里和你关系最好的是你爸。超时5秒，犯规2次。那我再问你啊，面对你不喜欢的人，无论他说什么话有没有道理，你都会本能的去反驳，这是不是一种充满戾气的人格缺陷？我同意。啊？为什么呀？你犯规3次，你输了。听见别人的话，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去反驳。这在低水平的比赛里可以说非常占优势，但是在高水平的比赛里，你这就是全队的麻烦，你知道吗？因为越高水平的比赛，他们的逻辑漏洞就越少。你要向观众和评委证明你比对方更对，比证明对方是错的更为重要。所以说，作为一个好的辩手啊，首先要承认对方对的部分，明白吗？你现在的问题太多了，你首先要练习的就是“我同意”这3个字。行了，今天我说太多你也消化不了，好好练习，加油！干嘛？偷偷摸摸。我们来送零食的。啊？送什么零食？白宇啊，作为你输的惩罚，无论易小溪和孙晴问你同不同意，你必须说我同意，为期1周。这是这个月工资，因为目前你是兼职人员，所以先拿现金吧。谢谢。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好。
是特意来看我出丑的吧？对呀。你们宿舍不是聚餐吗？孙晴都去订火锅了，你老跟着我干嘛呀？你辩论没我强，同意吗？同意，算你狠。白宇，出门真该看向黄历。唐老师好。两位同学闲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干嘛？正好，白宇啊，老师呢这里有一份公告，你呢帮我去贴到公告栏里面去。老师等会儿有个会要开。因本月晨跑缺勤现象严重，经学校研究决定，从下月开始，晨跑将算进德育课成绩。我陪你一块儿去。我们是战友，互帮互助应该的嘛。你一定不是真的易小琪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你同意吗？这根本没有位置。随便找一地儿盖了不就完了吗？等一下。干嘛呀？喂，你们的街舞招新海报能够拿掉吗？为什么？你说的是公告栏上的吗？对，我们没有地方贴告示了。我们是按规定贴的。好吧。哎，你干嘛？贴公告啊！1分钟搞完的事情磨磨唧唧，不懂变通。把这个贴上，你同意吗？我同意。那贴啊！我说了我同意，我没说我要做。你这人怎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我这人就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喂，小安。什么？干嘛？嫌疑人长什么样？那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往哪儿跑了？哎呀，他都说他没看清了。那个是这样，这钱是他出国交流的费用，特别重要。那网上不是说了吗？全国不都覆盖那个天眼系统了吗？你们查一下不就看到了？你们这帮小孩啊，宁愿相信网上的键盘党，也不学学怎么自救。啊，这个是大学生防盗知识，市里、大学里每个宿舍楼都贴了，上面写了，钱包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啊。小姑娘，这件事短时间内很难出结果。你要只是用钱的话，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这钱对我真的很重要。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别太着急了，这1万块钱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啊。你回去安慰一下他，这事儿啊没戏。乌鸦嘴。我从初中开始，我的钱包、手机、自行车都被偷，平均每半年报一次案。都没找到吗？那怎么办啊？刚听警察说了，这个交流费现找家里要一下，应个急呗。又怎么了？跑一天都累了，要不吃面去吧，我请客。小安，一起去吧。我不饿，你们去吧。那你们今天跑一天也挺累的，快回去休息吧。行，那明天再想办法。那我先回去了。小安他家里还有个哥哥，爸妈把钱都供给他哥哥读书了。为了这个交流机会，小安天天打2份工，对他来说，这钱没了
就和天塌下来一样。坐着吃吧。你说这事怎么办呀？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打工，只要在报名截止之前不挂，挣个1万来块钱还不容易吗？你的战斗种族的基因继承谁的呀？咱妈呗。哎，对了，那个采访的事怎么办呀？我给妈打过电话了，但她说她要跟一帮老闺蜜去参加什么理财产品峰会，估计就是个传销会。那你有没有提醒她，万一被骗怎么办？咱妈热铁公鸡，谁能从她手里抠走钱？那你采访和谁一起去啊？还是你呗。邹文墨，你什么时候能乖乖听我话啊？你这居高临下的臭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优胜劣汰，自然风光嘛。那个打不赢比赛就告白的人啊？他约我明天去看医学院的比赛。哟，稍后带我去见见。你见什么呀？帮你把关啊！把什么关呀？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普不普通，你自己心里知道。那我现在就告诉他不去了。干嘛呀？有蚊子。早上胃口这么好呢？给你准备的粥，早上别喝凉的。天这么热，喝点凉的没关系吧？你胃本来就不好，早上还喝凉的，久了有可能变成慢性胃炎，还会发展成胃溃疡。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别小看这件事。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们去看他们训练吧。来吧。你们的课后作业是武汉大学的自由辩论战场推进战术。你不是不管训练的吗？你把清北学长置于何地啊？得自由辩者得天下。你们不懂战场，就算我指导你们的战略战术，也是对牛弹琴。下课。大家分工一下，各自整理资料去吧。分工发群里吧，我有事先走了，辛苦了。哎，那么着急干嘛去啊？刘东学长非要约我去看比赛，我正好熟悉一下其他对手。子熙，刘东学长，对不起，我迟到了。今天训练拖得有点久。没事儿，反正一会儿主席上台啊，又有的好唠叨了。每次我斗志昂扬的上场，都能被他说的精神萎靡。那我们进去吧。嗯。
被粉饰掉，不伦不类真可笑，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却在黯然中渺小。时光的阶梯没打好，已经来不及思考。声渺渺，屏蔽喧闹的人潮，让梦只需燃烧，不大休止好。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每一秒都美好。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慢慢的许着火药。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却像浪漫舞蹈。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青春却在我的心里走不掉。辩论，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因为那是我们青春、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